凯特，你上个礼拜说肥胖会导致大脑感测营养物质的系统失灵，那你所说的肥胖到底是多胖？是指 BMI 超过27吗？像我 BMI 在正常范围以内，肚子却有1圈肥油，这还算肥胖吗？当然算啊，根据台湾卫福部建议，正常腰围男性要保持在90公分以下，女性要保持在80公分以下。你都92公分了，当然超过标准啊。再说啦，你多出来的那2公分，不是内脏脂肪，就是皮下脂肪。而你是男性，内脏脂肪的可能性大增，这对心血管的危害更大，所以你这2公分一定要减下来。而我们上集所讲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里面所探讨的那个肥胖者，是医学上定义的肥胖。医界评估肥胖的标准主要是依据4个指标，一个是你讲的 BMI， 没错，你说的 BMI 27以上就是医学定义上的肥胖。所谓 BMI 是指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单位是公斤和平方公尺。例如一个人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是 1.7 公尺，那么他的 BMI 就是70公斤除以 1.7 公尺的平方，也就是 24.2， BMI 稍稍超过了。根据 BMI 所分的体重范围，如果是 18.5 以下就是太轻， 18.5 到24就是正常体重，24到27就是体重过重， BMI 27以上就是如你所讲的算是肥胖了。再来的指数就是你不合格的腰围，切记男生不能超过90公分，女生不能超过80公分。另外2个指数是，我知道，其中一个是体脂率，对不对？我记得男性肥胖的体脂率是 25% 以上，女性肥胖的体脂率是 30% 以上。没错，其中一个指标是体脂率，体脂率是人体脂肪和体重的百分比。你所讲的数据差不多是正确的，但确切的数据会跟年龄与性别有关，年纪越大或女性，体脂会越高，标准也会宽松一些。现在都有体重体脂计，可以测量体脂。而最后一个所依据的指数是标准体重，标准体重的算法是男性的身高减去80，再乘以 0.7， 女性则是身高减去70，再乘以 0.6。而标准体重就是正负 10% 以内的体重，即为理想体重，超过了就是过重，不够的就是太轻。如果超过 20% 以上就定义为肥胖。以175公分的男性为例，标准体重是 59.85 到 73.15 公斤之间，肥胖则是 79.8 公斤以上， 73.15 到 79.8 公斤就是过重咯。好险哦，我真的就在标准体重边缘，只可惜肚子那圈肥油太难减了。不过这样看起来，医学上所谓的肥胖，也不过是我现在的体重再增加个6-7公斤，这样的体重似乎不难达到。难怪你那么紧张，我离那种感测不到营养物质的状态，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没错，没你以为的那么远。而且肥胖不只改变了大脑对进食的敏感度，还改变了大脑其他重要的地方，这才是更令人担心的，你知道吗？什么？还有其他重要的地方？可是脂肪又不堆到脑子里，为什么会改变大脑？为什么会改变大脑？我最后再讲，但改变了什么地方？我总而言之2个字，就是萎缩。萎缩这2个字很惊人，你可要有凭有据。当然啦，大脑结构变化通常是以大脑体积和密度变化作为衡量标准。依据2020年澳洲迪肯大学研究团队一篇关于肥胖与大脑功能的研究汇整分析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肥胖与大脑结构变化有关。其中这份报告举200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匹兹堡大学联手的研究团队对大脑结构与肥胖关系所做的研究为例，指出与体重指数正常，也就是 BMI 18.5 到25的个体相比，体重指数过高，也就是 BMI 大于30的肥胖受试者在额叶、前扣带回、海马回和视丘都出现萎缩。这么看起来，肥胖对大脑的功能影响不小。首先是额叶，额叶是大脑负责企划决策的地方，例如规划未来、对情势判断取舍，还有注意力和控制力的展现。另外，额叶还参与了情绪调节、社交行为和社会认知等各方面的协作。而前扣带回则参与了错误检测和纠正、任务预测、激励、注意力、情感调控等等的功能，并在压力环境下，前扣带皮层可能还参与调节自主神经系统，譬如调节血压和心率。海马回则负责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并与空间讯息还有情景记忆有关。
而视丘则具有多重功能，主要在不同的皮质区域和大脑皮质之间传递讯息，可谓占着大脑的枢纽位置。同时，视丘还参与睡眠调节和运动控制等等的功能。所以肥胖会造成这些地方的萎缩，就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也就是注意力、记忆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等整体功能的下降。另外，在情绪问题方面，肥胖可能会增加罹患忧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问题的风险。而在行为控制方面，肥胖可能会导致冲动控制障碍、暴饮暴食等的行为问题，还会牵涉到睡眠失调，不管是失眠还是嗜睡的难题都有可能发生。同时，因为视丘负责讯息的传递，所以反应也会变得比较迟钝，而运动的控制也会不如以往的灵活哦。哇，你越讲我越怕，感觉肥胖影响的是大脑整体功能的下降，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这些能力一下降就非同小可啊。没错，不止美国这篇研究，迪肯大学研究团队还提到2009年加州旧金山分校和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篇论文，分别指出高体重指数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额叶完整性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体重指数越高，额叶完整性越低。可见这么重要的额叶功能完整性受到侵犯，已经得到部分研究的证实。这肥胖导致我们决策能力和认知功能还有情绪控制力下降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容小觑啊。同时，迪肯大学研究团队更指出，加州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里还提到，肥胖与大脑整体结构变化有关，例如灰质和白质体积的整体脑萎缩。要知道，灰质和白质是中枢神经系统2大主要组成成分，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有着重要的区别。灰质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部分，包含大脑皮质，分布在大脑、小脑、脑干和脊髓的表面，主要包括神经细胞体和突触，本身多无髓鞘包裹，是大脑讯息处理和制定的区域。灰质的颜色呈现灰色，灰质的萎缩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包括记忆、学习、决策能力及情绪调节，还有思维迟缓等等的问题。白质主要由髓鞘包裹神经轴突所构成，其主要功能是将大脑各个灰质区域相互连接起来，并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神经脉冲。髓鞘的包裹可以使讯号传输因为绝缘而更有效率，减少传输过程的耗损。白质颜色呈现粉白色，是因为髓鞘含有大量的脂质。白质主要分布在大脑、脊髓和神经深处。白质萎缩会影响神经元之间的讯息传送，进而影响大脑功能的整合和协调，也会导致神经传导变慢，影响感觉和运动功能，甚至导致认知障碍耶。天哪，这不就是说肥胖几乎会造成我们整个大脑的萎缩？这还得了？这相当于是要慢慢扼杀我们的生活品质，而且还在不知不觉当中，简直是温水煮青蛙。没错，还好这些功能下降都是可以改善的。2017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减重对认知功能改善的研究汇整分析，就指出减重改善了注意力、执行功能和记忆力。这就表明透过减重，我们可以改善大脑的各项功能。根据研究肥胖为什么会致使脑细胞萎缩呢？可能是因为肥胖会导致体内的慢性炎症，包括大脑，所以这可能会损伤大脑的神经纤维。要知道，神经纤维可是十分脆弱的，怎么容许大脑慢性发炎呢？而肥胖造成的胰岛素阻抗，这也可能会减少大脑中葡萄糖摄取量，因而导致神经损伤。另外，肥胖造成体内的自由基太多，也可能会伤害脑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所以，人体在逐渐肥胖的过程中，都可能一步一步伤害着人体最精密的脑部，造成脑部的萎缩。所幸减肥可以改善这一切，因此你如果不想走到大脑萎缩的那一步，剩下的那几公分腰围就赶快减下来啦。听你这么一讲，我还敢不减吗？